嗨，各位好，我是耶律律。最近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爆发，屠杀和人质问题不断升级，随时有可能从地区冲突变成第6次中东战争。这次冲突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，中东的宗教、民族和历史问题再一次被大家热议。从犹太人出走1000年到穆斯林保卫家园，人们不断站队争论。其实现代中东各国历史并不久远，从一战后确立局面到今天也不过100年。这个系列一共分为3期影片，去认识这位阿拉伯的劳伦斯，全方位了解现代中东的由来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。关于劳伦斯其人和英帝国在阿拉伯的殖民统治，整段历史非常庞杂。我在讲述电影的过程中会尽量补充背景信息，方便我们梳理故事脉络。故事开始于英国，劳伦斯驾驶摩托去发电报，途中为躲避2个骑自行车的孩子不幸遇难。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政治家，时常徘徊于欧陆各国，为阿拉伯人民的民族独立持续发声。1945年的葬礼上，一位记者试图了解劳伦斯的生平，但因为政治观点冲突，人们对他的评价颇具争议。最终，记者和他的同事家人交流，整部电影则以回顾的方式渐渐展开。1909年6月18日，劳伦斯在牛津主修现代史期间，独自前往近东，也就是现代中东，徒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，考察十字军古堡遗迹。这趟特殊旅程不仅让他完成毕业论文，也为他的战争生涯埋下伏笔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为有效牵制奥斯曼帝国的军力，英国打算发动阿拉伯人起义，并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以及受过训练的军事顾问。劳伦斯因为会讲阿拉伯语，了解近东地区的风土人情，所以被派往开罗的英国陆军情报局工作。从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摇身一变成陆军情报员，劳伦斯可以说是秀才当了兵，有理说不清。1916年10月，劳伦斯以军事顾问的身份，穿着不太合体的军装，从开罗来到阿拉伯半岛，协助阿拉伯起义领袖费萨尔。两人初次见面，费萨尔的部队正在遭受土耳其空军的轰炸，而他却毫无还手之力。英军军官建议费萨尔撤退到沿部，接受英军补给。费萨尔对此感到担忧，想听听劳伦斯的见解，因为他深知一旦撤退，就意味着沦为英军傀儡，自此失去军事主导权。劳伦斯虽然是英国人，但他对费萨尔和阿拉伯人的同情似乎早已写在脸上。费萨尔问他：“你是英国人，你不忠于英国吗？”劳伦斯回答：“我效忠于英国和其他事情。”这里讲的其他事情，正是他后来所坚持的自由与博爱。经过一夜苦思，劳伦斯终于想到破题方法，那就是越过沙漠，奇袭亚喀巴，以此威胁奥斯曼腹地，让英军看到阿拉伯人的战略作用。这次特殊任务有2个难点，首先是穿越死亡沙漠，其次需要联合其他阿拉伯部落。劳伦斯凭借自身的坚韧和他高超的谈判技巧，最终激发出阿拉伯人的骁勇，一举攻下战略要塞亚喀巴。这次奇迹般的成功，使得阿拉伯人开始接纳劳伦斯，并为他献上象征荣耀的阿拉伯服饰。至此，阿拉伯的劳伦斯正式诞生。劳伦斯与费萨尔彼此建立信任后，开始团结阿拉伯各部落，在汉志铁路沿线进行游击战，牵制奥斯曼土耳其的镇压军队。劳伦斯的游击战术后来也被众多民族国家的反抗军所采纳。与此同时，一位来自美国的战地记者跟随阿拉伯起义军南征北战，对劳伦斯展开了一系列采访。这一举动使得阿拉伯的劳伦斯名声大噪，也将他项上人头的价码一再提高。一次战斗胜利后，记者采访劳伦斯问道：“你觉得阿拉伯人希望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什么？”劳伦斯回答说：“自由。”阿拉伯人的民族自由一开始便是劳伦斯的奋斗目标。他在说服哈维塔特、阿吉亚尔等部落时，都曾以自由的名义将他们聚拢在阿拉伯民族这杆大旗之下。但这正是记者所担心的，因为在此之前，记者还问过善于学习的阿里，会不会成立阿拉伯国会。阿里回答：“等独立后再说。”显然，缺乏公民文化的阿拉伯人只是沉浸在民族独立的浪潮中，并没有为民族国家做太多打算。谈话最后，记者问劳伦斯：“沙漠为什么吸引你？”劳伦斯答：“因为它干净。”这句话充分展示出劳伦斯的形象，他是一个高尚且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英雄。
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小白。奥斯曼军队节节败退，阿拉伯起义军准备进攻大马士革，收获最后的胜利。1918年秋天，一战尾声，一支奥斯曼纵队撤退到塔法斯，为了挫败阿拉伯军队的士气，屠杀了所有平民，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。最惨无人道的是，他们在屠杀之余，还将尸体肢解钉在城镇的废墟上，以此满足淫秽品味。为了报复大屠杀，劳伦斯下令追击土军纵队，并首次命令部下不留俘虏，也就是全部杀光。当天，大约250名土军士兵和德国奥地利俘虏被处决，包括那些在路边求饶的人。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，由一场屠杀掀起另一场屠杀。劳伦斯是毋庸置疑的英雄，却也拥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利。早在塔法斯大屠杀之前，劳伦斯便深陷部族纷争和政治泥潭。阿拉伯人在战斗途中一旦胜利，就拿着战利品回家，导致人越打越少，士气越打越低落。1917年12月，他在汉至铁路沿线被土军抓获，并遭到残酷鞭打和虐待。劳伦斯不堪重负，回到开罗请辞，却碰上长官和费萨尔王子会谈。费萨尔依旧儒雅，一来表达对英军战后瓜分的不满，二来不再信任往昔知己劳伦斯。事实上，劳伦斯也是首次知晓，英法早在1916年就签署协定，商量战后如何瓜分中东地区。在长官的角度上，劳伦斯不仅是杰出的军事人才，还是阿拉伯人的好朋友。这枚棋子犹如一把尖刀，直接帮英国打开中东局面。换到费萨尔王子的角度，劳伦斯是个虚伪的大骗子，口口声声为了阿拉伯人，到头来还不是效忠大英帝国。更让劳伦斯感到心悸的是，那些玩弄政治的人虽然是骗子，但他才是那个真正说谎的人。劳伦斯向艾伦比表明来意，这次说啥都不干了。艾伦比不想放人，可劲儿给他戴高帽，说阿拉伯人民的福祉没有你劳伦斯是真不行。最终二人定下赌约，谁先攻占大马士革谁说了算。我们回到主线故事，劳伦斯被迫返回前线和英军展开竞赛，同时又带领大量雇佣军，用来抵消阿拉伯部族分歧，一边提防短视哗变，另一边对抗背信弃义。看到这里才明白，劳伦斯既不属于英国，也不属于阿拉伯，他只属于他自己。而这场充满欺骗的征途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骷髅塔和白骨堆。塔法斯大屠杀之后，劳伦斯带领阿拉伯军队比英军提前1天抵达大马士革，他们占领了医院、邮局、发电厂和火车站等重要设施，并将总部设在镇公所，成立了阿拉伯国家议会。艾伦比到达之后，为了避免全面战争，只好扎营静观其变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和美国记者担心的一样，阿拉伯人占领大马士革，却在国会上变成了猴子。他们以部落之名争夺电话局和发电厂，打电话需要用电，发电需要打电话，协作问题变成了骑驴找驴的猴戏。劳伦斯平息争端，却顾不上愤怒，因为阿拉伯人无法修理和使用发电设备。与此同时，还有几千伤员躺在医院无人救治。断水断电的大马士革在阿拉伯人眼中是没用的战利品，于是他们又一次率众离去。劳伦斯在阿拉伯起义之战中获得胜利，却在捍卫自由的路上彻底失败。他们能对抗奥斯曼的压迫，却无法处理内部纷争。这些难题正是那些政治小丑瞅准的弱点，是谈判桌上大快朵颐的筹码。阿拉伯的劳伦斯被阿拉伯和英军同时重用，也同时抛弃。形同弃子的他，最终仅获得了安慰奖，一个没用的上校军衔。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，我是耶律律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点赞留言，一起成为看片艺术家。我们劳伦斯第2期，再见。